10几年前，我和家人生活在杭州钱塘江边的一个城中村。这个城中村仿佛是被时间遗忘的一角，被高楼大厦环绕，狭窄的巷道纵横交错，墙壁的颜色逐渐褪去，透露出一股古老而压抑的氛围。那个黄昏，夕阳的余晖照耀在城中村的街道上，投下一片金黄的光影，仿佛是某种魔法在悄然施展。原本在这个时候，城中村的街道上应该是一片热闹的景象，摆摊卖菜的摊贩们准备晚餐所需的食材，家庭主妇们忙碌着为家人做晚饭。然而，这一天的气氛与往常大不相同。我和姐姐放学回家的路上，看到邻居们都聚集在一起，他们的脸色显得凝重，低声交谈着，好像一场无法言说的不幸正悄然笼罩着这个老旧的城中村。我父亲走上前去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一个邻居声音颤抖地回答：巷子里最后一家的老太太，她的孙女被水淹死了，就是在门口的小河里发现的。她的声音低沉而压抑，似乎害怕自己的话语会引发更多的不幸。老太太的孙女淹死了，这个消息让我心头一紧。城中村曾经宁静祥和的角落，突然间被死亡笼罩，这样的事情让人难以接受。我知道那个女孩，她是那么活泼可爱，单纯无邪。我不禁想象，她是如何在水中挣扎呼救，最终无法逃脱死神的手掌。那条河曾经是城中村的欢乐之源，孩子们在河边玩耍，村民们在水中捕鱼。然而，现在它却变成了恐惧和死亡的象征。据说，事发当天，有人碰巧遇到了小女孩的爷爷回家的路上，提醒他：你家孙女在河边玩耍呢。老爷爷急忙往河边走去，希望能找到孙女并让她回家。然而，他辛苦地搜寻了很久，却没有找到孙女的踪迹。他回到家，询问妻子。老奶奶说：刚才我看见孙女回来了，她上楼去了。老爷爷匆忙上楼，希望在家里找到孙女。然而，无论如何，他都找不到孙女的踪影。老奶奶也陷入了困惑，因为她确实看到孙女进了门，孙女还喊她奶奶，怎么转眼间就不见了呢？当夜幕降临，小女孩还是没有回家，年迈的夫妻忧心忡忡。他们紧紧握住对方的手，决定再次前往河边寻找。他们一边寻找，一边呼唤着孙女的名字：小花，小花，你在哪儿？声音在夜空中回响，但是没有回应，只有河水缓缓流淌，发出微弱而阴森的声音。突然间，老奶奶紧紧抓住了老爷爷的手，目光停留在河岸，声音颤抖地说：看，是小花。老爷爷紧张地看向妻子指的方向，只见一个模糊的身影在黑暗中浮现。小花站在河岸边，微笑着。小花，老爷爷欣喜若狂地叫道。夫妻俩急忙走向孙女的位置，但当他们走到那儿时，却发现孙女的身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老夫妻相互对视，心中充满了困惑。他们不知道刚才是否真的看见了孙女，还是只是一种错觉。最终，他们不得不拨打了报警电话。警察赶来后，在河里搜寻，直到第二天才在河里找到了小女孩的尸体。然而，此时冰冷的河水已经将小女孩的气息吞噬，令人痛心。现在时间已过去了10几年，城中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曾经狭窄的巷道被宽阔的道路取而代之。新一代的居民们繁忙地追逐着现代生活，似乎对那场悲剧逐渐淡忘了。然而，对于老一辈的居民来说，那场悲剧永远都是无法抹去的记忆。
他们仍然清楚地记得当初的恐惧和绝望，以及那对年迈夫妻为孙女失踪而流下的眼泪。如今，老夫妻已经离开了人世，但他们的故事被传颂下来。每当新的居民搬进城中村，老人们会将那可怕的故事讲给他们听，提醒他们小心河边。当我再次来到城中村，看到那条河流时，我会想起那对年迈夫妻，他们的心结无法解开，就像是那条曾经宁静的河流，现在也变成了恐怖的象征。